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6号。比特币这2天多头利润也是在回撤，也不知道跟大家聊些什么，估计有可能还是在盘着。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下，如果下跌哪里可以再做多，或者最近利好这么多，很多朋友也是在问为什么比特币价格却不涨。身为散户，我们要怎么逆向思维？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等一下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红色的箭头跟绿色的箭头都是这1年多以来美联储每一次加息的位置，后面比特币价格波动的反应，特别是主力有可能会利用一些事件，散户我们看到的利好，往往不一定是利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时候，希望朋友们利率来到 4% 的高位，有可能后面比特币的主力他会提前炒作降息的预期，喊了1年多，利率来到 4% 的高位，我个人都觉得非常的高。不要等到真正利率来到某一个高位，是不是在 5% 还是在 6% 的高位，你才进场去操作比特币，有可能主力早就已经提前拉了一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希望朋友们在 20K 的底部去买入比特币。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2022年的6月份利率是在 1.75， 有几次每一次加息的幅度都是75个基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22年的12月份这个位置，美联储第一次加息有放缓的迹象，从 4% 的一个利率加到这个位置只加了50个基点。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利率在 4% 的高位，或者是后面它有继续加息，但是价格已经提前反应。但是我们也要思考，它有时候利好的位置，就比如这个位置只加了50个基点，短线里面也是一个短线的高位，后面价格会跌。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3年的3月份，当时这个位置 5% 的利率，也就是上一次 4.75 的利率，它只是加了25个基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短线它也是有回调，或者是中线它也是有回调。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波段里面空间相对的高位，所以我们身为散户，我们尽量要看它波动的空间，特别是价格的空间。如果是在空间相对高档的位置出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你尽量去观察它有没有中线低点的位置 25K 就是很重要的买点。那这几天价格为什么下跌，或者是价格为什么不涨？包括最近也是有朋友在聊，美股都创出了历史新高，或者是前几天美国的什么会计准则，这个新闻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还是在去年的时候都已经定调，就是美国的会计准则可以允许企业把比特币作为资产，或者是记账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所以有朋友是在问，最近利好这么多，美联储现在是计划肯定明年要降息，但是这个位置为什么比特币价格就是不涨？那我的观点，你看空间啊，空间是在相对高档的位置，有可能就是主力在玩了，它不一定会继续拉，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在盘整。所以我的观点，我们身为散户一定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要羊群效应，看到利好就冲进去，或者看到利空就恐慌杀跌。或者我们观察一下上一次在2023年的10月份，我记得是在这一天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时美国的 CPI 预期是 3.6， 但是最终公布的 CPI 就是通胀有继续抬高，后面数值是 3.7。 我是在推特上面包括 Discord 群上面通知大家，这个位置一定要做多，然后也是推特通知大家，反正你不要去管利空，利空有可能它是在空间低档的位置，涨到现在利润应该也有 50% 到 60% 吧。所以希望朋友们短线如果还要做的话，我的观点，最近这个位置现在市场都知道美联储肯定要降息，那有可能利好就不是利好，主力非常有耐心，有可能就会在这个位置盘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这一个资金流指数啊，因为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目前比特币12月份只剩下10几天啊，当前的资金流指数是在68，那上个月我们可以看一下资金流指数是在61，所以它这个资金流指数它每个月会以7个点的速度往上移，
那我的观点，我们要思考一下，现在是68，十几天结束以后再加7个点，这一个资金流指数是到75。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红色标出的位置，比如比特币在2021年的1月份，当时也是有高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影线或者是灯线，月线里面有这种影线是不能做追加的，有可能它在日线或者是周线里面可能就是下跌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包括前几天也是跟朋友们讲44.4K 不要再去追了，或者是接近 44K， 我的观点要继续做多，尽量找低点的位置。因为我们观察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就是这个80的一个位置，有可能也是市场过热的一个阶段。当然后面疯狂的牛市肯定会有更高的一个数字，有可能会不会去90或者是100，但是目前我的观点是比特币产量减半还没有到来，我们先观察，如果指标接近80，接近这个红色的80，历史上比如2016年的这个位置接近80，这边也是放出红色的一个数字，后面月线里面有下跌，或者是这个位置放出红色的一个数字接近80，月线里面也是有影线的低点，所以我们要做的尽量看比特币有没有下跌或者是大跌的位置然后有些朋友问这个指标要怎么调出来我们可以点击 Indicator 搜索 MFI，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7090人在用的，你可以打开，然后把这里面的参数一个20改成26，然后80的话保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会得到绿色的这一个柱状或者是红色的这个柱状，它也是会警示比如说底部买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绿色的柱状，历史上月线里面如果来到26下方，有可能说明资金不断的在往外流出，可能无人问津的位置往往是我们买入或者是抄底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底部也是一样，这个资金流指数来到26下方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而且这个指标也会闪现出绿色的这个柱状。包括2015年的底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资金流指数26，它也会闪现出绿色的柱状。那我们留意，反正历史上只要来到80附近或者是80附近，有可能要注意月线有没有这种大跌，或者是月线的灯线就是下影线或者是插针，反正几个位置都要去留意特别是这个位置，包括2021年的11月份也是一样，来到80附近，后面价格是这样子下跌所以我的观点，这个数值马上进入1月份，有可能这个位置来到75接近80附近，观点是不要做追加。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如果它继续往下跌，当然我的观点是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均线它这个20的均线现在是非常的关键，或者是我的观点也可以不参考这一条均线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我的观点是去观察40500点不能破，如果跌破，我的观点可能这个 38K 都不用去考虑，或者是60MA 要不要去考虑，我的观点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有短线的支撑，但是如果真的跌破中线的支撑，我的观点我们去看一下 35K 附近，就是这个区间会不会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